演员化是从橡树泉基金会拿来的，为什么不是从英国拿的？为什么？知道为什么？拿不到，拿不到。后来不对，把它卖了这个卖是可能的。橡树泉基金会的董事长是原来清源的主任，然后他去到美国之后，先在好像密苏里州园干过，然后他觉得这个干这件事儿更好，也就是说成立一个基金会，但它不是最终不是，这是不是唯一的目的然后把这些包括这件事儿在内的，那么这个事情做起来，橡树泉的话还不够，因为刚才我说到了另外一个，但我主要是在为王书记准备这个片子之后，我又对植物科学化感兴趣，然后在科学网博客写了一个博客，就是中国植物科学化其实还需要太多的人，而且得中外和多方面合作，我们才能弄清中国植物科学化的历史，以至于流落到西方的有多少。所以其实我们还需要非常的努力，才能弄清殖民者在中国弄了多少，到底画了哪些植物，他们今天是谁，然后对于植物分类学有多少贡献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们能够我们广东还有就是沿海一带都有把孩子送出去，这个送到南洋还是西洋那个习惯嘛那么华人植物园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这样子，中山大学读书，然后父母给了他钱让他出国留学，但是他居然把钱捐给了华人植物园建华人植物园，何春莲教授那么我想我们家长还有孩子，其实如果对植物科学化感兴趣，将来可以干这个。而且中国植物科学化到底源于什么时候，到底有多少流派，它绝不是20世纪初的，不止于这个冯中原的父亲他们这个他是这个中国植物科学化的奠基者创始人。那么这之前是什么，还需要我们去探究。300年探索未知植物，大家看上面英国的这个颜色，这个算什么颜色？黑白。最上面那个英国的那个2个字，我用的什么颜色？褐色，是不是？注意看，下面是褐色的，都是他们英国人。1610年开始，然后1687年、1688年、1697年，一直到那个后面多少？超过1半的人在那个植物探索的300年，全球各个角落去弄植物。然后德国，我这里只放了1个人，不是由于没有其他人，但实际上他最有影响的就是这个 Rumphius， 我等一会儿也会讲这个故事。法国人这里2个，我能收集到资料的是这么多。意大利人非常晚美国特别后，20世纪。所以这里可以看到，17世纪初以来的300年，英国人进行全球植物探索是占了绝大部分比例。其实我有一张跟这样的图一样的图，在我的第3部分，等会儿讲座的第3部分，可以看到，在这之前的100年，英国人实际上是对于地理大发现或航海时代是没有什么贡献的。那么，但是他们抢占了这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好是，比如文艺复兴、植物学复兴这个以至于到18、19世纪工业革命导致这个，比如公园的兴起等等。所以在这个300年里，其实是300多年，商人、旅行者、君主、征服者、外交官、传教士、植物学家，广泛的进行了全球植物探索和交流，也就促进了
全球这个植物的栽培植物的全球化。其实就讲这张片子就可以了啊。所以我的第二部分讲未知植物探索之旅。科学革命引发了全球的植物探索。那么这个地方，我先有几个人，但是核心人物是这个 Banks， Joseph Banks 爵士。这个人是英国的富二代，他本身他的家族有极大的这个财富留给他，而他这个时候已经是中老年时期了。在他特别年轻的时候，就跟库克船长全球航行等一会儿我会讲这个故事。然后他就一边跟着库克船长去2次还是3次，你看去过现在的加拿大的纽芬兰，去过南美洲的巴西大溪地，在大溪地就弄到了面包果，然后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群岛，注意这些包括冰岛，他都探索过。然后他在这个同时，其实也派出了特别多的这个植物探索者，等一会儿会讲。然后这里还有就是到印尼的这个香料岛这个是Rocky 然后到西印度群岛的这个 Sloan， 然后到中国的这个康明海，这个人什么时候出生的都不知道这个等等等等，这个右下方是这个Banks 去这个不同的地方探索的图片，那么就是因为 Banks 的原因，他实际上是全球植物探索的核心人物。他一方面有钱，第二个方面还真有权。他的权来自什么地方？因为他是富二代，所以他又能够弄到植物，所以英国皇室的植物都是他干的，也就种在一个植物园，知不知道是哪个植物园？秋园。那个时候秋园就是皇家的2个花园，也就是2个庄园。那么他就是说，上可通英国皇室，下就是因为他有钱，就可以说服皇室说我们要到哪里去，要到哪里去。当中就是到那个不对，不好意思，香料岛，到香料岛去拿香料，其实不止一次。到香料岛去拿香料，也同时到亚洲去拿药用植物，也到亚洲拿香料。所以香料和药用植物再加上一个金银珠宝，就引发了航海时代，就引发了全球地理大探索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就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去，那么这些植物探索，所以这个它的社会背景呢，刚好是17、18世纪的科学思想兴起，科学思想崛起。实际上就是科学革命，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植物学革命、植物学复兴为什么会有植物学复兴？为什么会复兴？有没有人知道？欧洲曾经进入1000年的中世纪，也就又称为黑暗世纪，那是公元476年，也就是说5世纪末，然后到15世纪。他们一直处于黑暗时代。什么叫黑暗时代？欧洲传统的这个著作没了，去哪儿其实反正没了，结果是去到了阿拉伯，最近很热门的阿拉伯。于是阿拉伯的医生把比如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龙的著作、药的著作翻译成为阿拉伯语。原本呢，原来的版本呢，古希腊的、古罗马的呢，其实找不着了。后来只有一个在罗马教堂图书馆找到那么在
文艺复兴兴起之前，那就兴起了把阿拉伯著作翻译为欧洲的多种语言，包括德语、法语、这个意大利语等等，那么才有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才有了欧洲的科学革命，也才有了欧洲人去到世界各地去拿植物，然后再校正这个植物到底是啥。所以科学革命、科学思想兴起，植物学复兴，促进了欧洲人全球走啊。当然那时候他们对世界的认知还是落后的啊。等一会儿后面说 ，Banks 他是指导了邱原开展全球植物收藏、植物收集。这里很有名的这两种植物我是用了两种植物的图。那么这个人其实刚才已经说到过，他是个富二代，然后支持了太多的人，全球进行植物收集。然后最关键，他从1772年参与邱原的管理，那个时候就是皇室的所以他是皇家植物园嘛。然后指导邱原的工作48年，派了非常多的植物猎奇者和植物学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植物那么这个故事特别长今天里面的很多故事都跟他有关看看年轻的时候然后跟库克船长在一起然后他不但跟着库克船长去全球畅游，而且还带了一个植物画师，这个白衣服的就是植物画师。那么对左 Sidney Parkinson，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点文字是说了他到了哪些地方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的惊心动魄具体的就不说了然后促进你看我们这儿熟悉的知道吗上面玉兰中间那里还有一个紫玉兰左下方草绣球，右边这个牡丹等等妻子于此，特多。我们见到过的他都收了，不止他收了，还有更多的人收了所以他这个对于欧洲花园里的中国植物有极其重大的贡献。其实更多的植物爱好者和植物学家、博物学家还有就是刚才说比如传教士等等，也都在这方面干了很多的活关于这个Banks是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特别传奇的故事，但是当他去世以后，英国邱原就走下坡路。他是1820年去世的，那么1820年到1840年知道这个日子吧？鸦片战争。对的当我们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邱原也在走下坡路，然后刚才的这个Banks 也去世了20年，于是邱原就转变为国家植物园等等，这是一个另外的故事。然后现在特别说一下这个故事Rumphius这个人他的照片是没有的，只有一个木刻，上面有他的图片，然后他有一只眼睛是这个瞎的，从这儿看不出来是吧大家看一下这段文字他的命运是非常的凄惨的那个他自己是一个德国的植物学家然后他是为东印度公司，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负责香料。我刚才说到，就因为要追求要找香料，要全球找香料，要全球性的找药用植物然后才开启了引发了地理大发现，引发了航海时代那么这个他的工作垄断了丁香的生产和贸易。他在印度东印度，注意不是西印度。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西印度？西印度在哪儿 ？America 西印度走错路了，就是西印度了，走错路了这就是由于
在地里发现航海时代，那么地球像什么样子不知道，那么于是就有一个著名大名鼎鼎的人，等一会儿这个故事本来应该等一会儿说啊，还是等一会儿说吧。他就认为跨过大西洋对岸，大西洋对岸就是印度，但是去到那儿，他最后第4次，最后一次去到那儿，他还认为到了印度，但是后来发现那不是印度，那是哪儿？海地。海地，还有呢，就是南美洲，他是只到达了南美洲沿岸，所以他认为那里是印度了，于是就把那里的人叫做 Indians， 印第安人，然后就把那个地方后来就叫成了西印度还是东印度？西印度，所以那里呢叫西印度群岛，而东印度群岛呢，马来半岛整个这一圈儿，那么真正的香料来自哪儿？马来这一边，所以这个香料岛是在这边。那为什么会有去找香料呢？为什么会去找香料呢？调料。什么问题？香水。做调料吃饭。是做调料。为什么要去找香料？去从海上开辟海上航线去找香料呢？非常正确。奥斯曼帝国那个时候是蒙古帝国衰落，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包括威尼斯在内的，还有这个斯坦什么，也就是土耳其现在的首都，在那个地方被奥斯曼占领了，于是他们就控制了陆地上的香料贸易路线，这个航线不通了，所以他们必须寻求海上，于是就有了那一串故事。我第3部分还要继续讲。但是这个人 Raphael 非常糟糕的，当他被派往这个东印度群岛的时候，他本身是来找香料，当然他也垄断了香料的生产和贸易，但是他自己追看1686年，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在地震中死亡。第2年因青光眼失明，他有太多的植物插图，太多的标本，还有手稿，打算写植物志的手稿，在大火中焚毁，很惨吧？至少第一个妻子和女儿地震中死亡，还有后面。再一个就是他自己完成了印尼的安文岛植物志，注意，他是历经艰辛到1692年完成，但这个书稿在寄往荷兰的时候，这个船被法国人击沉了以后，那就没了嘛，是不是？后来又在他另外一个女儿的帮助下，从头开始，历经30年，完成12卷的植物图志。植物志的这个撰写包括2000种植物，配图811幅。我们刚才有这个皇宫的这个图哈，然后最关键，当他再送回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时候，公司不准出，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香料植物，那么就是什么机密，是把握这个香料贸易的重要的资料，所以不给出版。他惨不惨？非常惨。所以他的命运极端的不好。这个过程当中，惊心动魄的故事，非常凄凉的故事还多啊。然后这里 Slow 这个人实际上是特别幸运。我这儿主要说他记录牙买加的植物，但远远不是，他是切尔西植物园的创办者。那么他这个创立了切尔西植物园，然后他第一次改变了切尔西植物园原来只种药用植物，后来不能只种药用植物，就说当不同地方的植物越来越多运回到切尔西的时候，那么他们突破了
单一种植药用植物的功能，而且它是第一个不断的采集标本，每一年向皇家学会赠送标本这么一件事儿，这是全球第一的。而那个时候，就因为它的原因，切尔西植物园犹如后来的秋园，也就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时候，切尔西植物园是英国全球植物探索的枢纽，是一个中枢啊，所以这个它的贡献特别的大，还有可可的收集、探索和全球化，还有金鸡蜡，金鸡蜡治疗疟疾，疟疾是啥？知道啊？我们每一个得过的大寒战啊，对的，治疗疟疾的金鸡蜡，金鸡蜡树皮，金鸡蜡碱。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科学家有一个突破，对吧？啊，知道吧？屠呦呦，对的，屠呦呦。然后，但是那个时候用金鸡蜡还不只是治这个，刚才说疟疾，还包括治眼病，也都是他啊。其实就在他的领导下，他们那儿就有发明了，就是刚才黄东啊，这个刚才Brick 运在广州的那个运送植物的那个箱子，就在他们这儿就发明了 boarding case。那么这个Sloan 是非常伟大的，贡献非常的巨大。康宁汉这个人实际上是这个Banks 派到中国来的啊。那么这个人是亚洲最不幸的，在亚洲最不幸的植物学家。这里的文字有特别的记载啊，他采集过南洋杉啊，然后也对了，就是这里，2024年刚刚的一篇文章啊，茶载花，他也收集了，就说他也收集了中国的植物科学化，那么他的时间早John Brick100年。不错所以当我咨询这个胡启明教授的时候，他说会不会这个 John Brick 是第一个把欧洲的植物科学化引到中国的人啊？然后我最初就那么写的，然后当我再进一步回首的时候，这个康宁汉比 John Brick 要早，就是差不多就是100年。那么这个人本身。他是一个医生、博物学家，然后他是服务于东印度公司，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啊。但是他是将中国标本带回英国的第一人，第一个欧洲人，所以他的贡献特别的巨大。而且在他的这个记录里面，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耕地的那个工具。犁头那个所以他的走的地方是非常多，但他非常的不幸。第一个，在舟山的时候，浙江舟山的时候，在1702年、03年被驱逐出舟山，然后他就把他在那个地方的工厂转移到今天的越南。知道那个时候的越南叫什么？对，那么他把他的工厂、贸易工厂搬到越南，但是最关键的是，当这个士兵发生争议的时候，他这个工厂没多久又被士兵纵火焚烧掉，然后他自己其实非常多的人被杀掉，然后他自己又马上后来又迁到现在的雅加达去，但是注意到任山之后，他的工厂又被摧毁然后后来在1708年1月4号到9号，从考卡塔是哪里？印度的那个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讲，反正就是加尔各答吧考卡塔写信给伦敦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斯诺，还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们讲说我要回国了，但是在第二年1年半，斯诺收到了信，
没见到人，从此以后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疑似航行中死亡。这个到海上去要小心一点啊。但是他既有特大的贡献，但是也是最不幸的这个植物学家试图通过贸易，这个包括把植物这个引回他们那儿。然后这个人就特别有名了，注意看中间那个耶稣会士汤公之墓他有一个中文名汤之宗但是他是法国人吧是吧？法国人吗？是哪个的？我此刻眼睛有一点看不太清。法国吗？我印象中是法国。好，注意，他是为乾隆布道，他的主要任务是要为乾隆布道，然后想把乾隆这个让乾隆这个皈依耶稣教，但是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乾隆生气而不见他，然后他又听说乾隆喜欢花草，于是他就把含羞草，其实广州含羞草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他把法国的含羞草献给乾隆于是你看，他就命乾隆为花官管理御花园从此他的工作就好开展了。注意，他和太多的人发生了关系，比如第一个法国巴黎植物园朱熹锷他的分类学系统，自然分类系统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切尔西的米勒。那么注意引种了多少植物？国槐、侧柏、皂角、臭葱、枸杞、大枣，还有后面，那么把他们那里的也引到中国来，所以中国和法国之间和欧洲之间的植物交流，他做了很多工作。那么他的墓是在北京吧？我印象中，最关键是，这个墓的墓碑也挺有意思耶稣会士汤公之墓，然后他在北京周边收集的特别，你看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在在我们观赏中也依然非常有名的植物，槐树、香甲醚、臭椿等等。之后就是克尔，威廉克尔。那么他是秋园第一个常驻中国的职业采集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是住在这儿，长期的采集植物，时间还非常长差不多10年吧。那么当中，这个虎皮花，鸢尾的一种，特别漂亮，今天依然在英国的花园里，还有这个木香花，还有地堂。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都看到过，他们在那个时候，那么19世纪初引到了这个他们那儿，还不止一次。注意，这个所谓的草本芍药，就是这个其实芍药和牡丹嘛，草本芍药实际上是牡丹然后金银花而且这个太多。之后就是也是他 Reeves 在广州，不是他，是另外一个克尔对，另外一个 Reeves 他是广州茶叶监督官。那么这个人的贡献那也是极端的大了。这个包括不是最初英国人就弄不清红茶和绿茶到底是分别是什么植物然后这个后来终于弄清了然后这个因为是工艺的原因，也于是就把这个茶叶引到那个时候的印度的考卡塔
和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进行种植，面积扩大，然后就把中国的茶叶产业打败。中国由茶叶控制国，无论是出口的数量还是定价，那么到后来没有办法啊。但是你看，关于植物，修宪局、麻叶修宪局、重办手书等等，最关键是他在广州建立了当地的一个采集网络，这个在云南也发生过啊。然后也是委托中国的艺术家绘制大量的植物和动物的彩图啊，首次为英国引进中国名贵的观赏植物山茶、杜鹃、牡丹、菊啊，在中国工作30年，差不多他的最重要的时间都是在中国。Hooker， 这个是Joseph Hooker， 小Hooker， 也就是刚才说这个 Banks 去世以后，那么1840年把秋园升格为国家植物园，这个人的父亲威廉 Hooker 任第1任园长啊，然后这个 Hooker 是老 Hooker 的儿子，然后这个人的女婿又管理秋园多少年？他们一家从1840年一直管到1905年，也就是说60多年，然后就让英国的秋园成为超级航母。那么全球的植物收集网络，植物学的研究的博物馆，植物学研究的这个标本馆，植物学研究的实验室，就在他们一家手上建立起来。然后这里很有名的右边这个植物，非洲的百岁兰啊，这个这里考大家一下，右上方的图看见有几片叶子？几片叶子？1、2、3、4、5片。上面这个图，上面那一张几片？这不2片？2片。下面这张呢是画的，5片。画了多少片？5片。那是什么原因？给小朋友一个机会。上面也是画的，是2片，下面也是画的，结果多了几片，是什么原因呢？小朋友可以跟父母讨论。什么原因？绕在一起，卷曲了。卷曲了，不对，知道吗？撕裂，它本身就是只有2片，但是这个植物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会无限的长长，它永远只有2片，但是它越来越长的时候，它就会撕裂，于是就变成看起来是多片，但我们只能算几片。植物学、分类学就只能算2片，而且特有意思的是，它的花是开在它们之间那个右下方那个所以这个百岁兰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而且一般不容易养活。非常抱歉的告诉大家，非常高兴的告诉大家，华南植物园就没养活。水平不行。但是北京植物园，我们现在不讲国家植物园嘛，是吧？北京那个养得很好，它那个一片叶子比我还长但是华南植物园就没养活。前2天我去到南京中山，凭他们创国家植物园，他们养活了，他们那个有大概我手臂那么长，这个就是说它的盆子最好越深越好。第二个呢，如果你下面有水，它能长得更好，但又不能太有水，它的环境极端的干旱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么大的叶片，已经可能不止100年了那么这个小Hooker，全球产植物当中来到过我们中国的一个地方，猜一猜是哪里？喜马拉雅，我真写了那么就是这个问题追问是必要的那是从中国这边上的喜马拉雅呢，还是不是？应该尼泊尔上的。
他说尼泊尔，哎呀，你好有学问。但是注意，是中国这边是不允许的。其实尼泊尔那边上去以后，真就进入到了中国的范围。所以按照那个时候叫应该是大清大清法理，这个叫做法律吧，是不允许上去的。但是他非常厉害，才不管了，偷偷的跑上去。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在他父亲手上就已经鸦片战争把我们的国门打开了，把我们的海关打开了，就由于把我们海关打开，所以他们可以超过广州开放地区的20公里去拿植物，让他们到这儿来过。他就是由于对植物爱好吧，这个上了这个喜马拉雅，而且带回西京、杜鹃等等，他去过非常多的地方，他开创了植物地理学，他特别注意在不同地方的植物，它是有些共同特征的，但是它也有不同，那么他就提出了植物地理学的概念。注意，这儿我特别用绿色，为达尔文保密15年，什么意思？达尔文跟他是同时代的人，达尔文写成《物种起源》的时候，特别给他妻子留了一封信，如果我这个文章发表，他自己完全可能被像那个谁，关于地球日心以太阳为中心还是以地球为中心，那时候的宗教人士他是反宗教的，因为物种是谁创造的？上帝，怎么能进化呢？于是他就给他妻子留信，写了信，也就是写了遗书。一旦这个文章发表了，他完全可能被攻击，甚至于被处死。但是在写成这个之前，就是这个小胡克跟他不断的交流，还有这个达尔文的自己的老师不断的交流而这个小胡克不断的鼓励他，然后促成进化论思想的完善所以这个关于植物地理分布的，关于植物分类系统，然后他是跟一个志愿者，我今天来到这儿，第一就看到了我们的志愿者，我没有注意，我们华南族研的志愿者是绿马甲，然后我们这儿是蓝马甲，我觉得我们要为志愿者这个致敬鼓掌一下。这里就插一句话，这儿有多少志愿者？80-90华人族研现在有可能300多吧，多吧？不多。英国球员有1万，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岗位，任何一个只要需要人在那儿工作的，需要员工在那儿工作的，不止1倍的志愿者。我希望今天听报告的能在某一个地方做志愿者。然后我的同事现在的综合办公室副主任黄瑞兰曾经是省博的志愿者，对，省博的志愿者，而且把那个工作，他是陶瓷也就成了专家。所以第一要向志愿者致敬，第二其实志愿服务的工作能够让我们更加幸福。也再举另外一个志愿者的这个例子，英国球员的一个老太太，她做到80多岁，做志愿服务80多岁，60岁退休，做到80多岁是做了多少年？20年不止。注意，她退休之前在香港就已经做了20年，她做了多少年？40年，至少40年的志愿服务。做志愿服务是一种奉献，做志愿服务是一种这个特别能让别人感觉幸福的多举了这个例子。但今天让我这个也特别感受到我们志愿者对于我们海事博物馆的贡献。
然后这个人特别建立了英国秋原全球的这个植物帝国，在19世纪末，他是1911年去世的，知道吧？哈，然后在他手上，英国秋原的植物园，或者说皇家学会皇家植物园的分园，全球有115个，而那个时候全球的植物园不到300，也就是说它占了1/3。所以只要任何一个地方有太阳，就有它开放的植物园，日不落。所以这个小胡克这个贡献特别的巨大。然后对，刚才的故事在这儿体现 ，Banks 主宰秋原指导秋原48年的工作，然后老胡克、威廉胡克、小胡克、Joseph胡克，然后小胡克的女婿主宰秋园的工作，把秋园从2个皇家花园连通，也就用的来自世界的植物，任何一个小专利园都有中国植物，没有中国植物，他们的花园就不成花园，植物园就不正植物园然后1840年成为国家植物园，1870年成为全球性的植物学研究机构，然后20世纪转变为保护机构，现在依然引领全球，而且他们注意看右下方那张图，1999年成立种子库，大概1-2个月前，他们现任园长去了青海省，也去了上海，然后告诉青海那边和上海那边，他说气候变化，由于我们比如使用化石能源，导致气温会上升，气温上升以后，2080年秋园的植物会有1/3都会死掉。他们还希望跟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让他们2080年能有花看，让他们欣赏中国的花。大家觉得这是个好故事还是坏故事？悲伤的故事。悲伤的故事。他们就用全球种子库、千年种子库合作伙伴关系，要把上海纳入到他们里面，要把青海纳入到他们里面，然后他们已经把西南种子库纳入到这个伙伴关系。前面讲的是殖民，这算不算殖民？广义的新殖民，还不是广义，不止广义的新殖民，用那样的一个所谓国际合作，把其他国家的植物资源弄到那儿去。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大家听过没有？某一个大学的老师跟美国的一个著名的植物园，也是世界一流的合作，已经弄到2000多种植物过去。合作，所以这个是个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问题实际上是可以叫叛国罪。但是注意，他们包装的很好合作、科研合作科学研究合作，会不会还继续？我有幸在弄那个中国国家植物园，所以我想，我们要不要一个倡议，然后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植物拿到中国，中国含有世界任何植被带，含有世界任何气候区，哪里来的我们都能活，要不要？什么倡议可以？知不知道？人类植物计划，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还有这个现在的思想叫做那个不隐身了然后这个 Fauci 这个人，刚才说到了在广州做茶官，这个人是真正颠覆中国茶叶产业的，应该是叫做
算不算盗啊？那当然了哈，盗走中国茶树和制茶工艺，把我们的茶艺师、制茶师当成人才引到这个斯里兰卡，引到那时候斯里兰卡跟印度是一家，他们不是独立国家啊。最重要的是，他是伪装成商人，而且伪装成中国商人。我还真收到过他穿着那个清朝服装的那个照片，4次来华。这个故事特别的令人悲伤哈。然后把中国的这个，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出口的东西其实蛮少的，茶叶就是我们重要的这个出口贸易的，那么彻底改变了这个。但是我忘了是不是他死在中国？不是他一个人死在中国，多了去了。那个引的植物特别多，有些植物不止一次、多次这个引种啊。然后这个意大利人发现巨魔芋右边这个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也到过秋园学习其实太多人就通过秋园再一个 Harry 最关键这里给了他一个极高的评价，促进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为什么这个人7年里在宜昌、在湖北、四川采集标本，促进了这个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然后他是不是他介绍了威尔逊进入中国来进行这个植物的采集、植物的引种然后还对台湾省的植物进行了广泛的搜集，写了《台湾本土植物名录》在中国20年向伦敦追寄标本15000多号，15000多至少500个新种，500我已经退休了，我这辈子只发表了1个新种他说500，中国山地植物学系的重要的知名人物。但是就由于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又跟我们现代的分类学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对于中国的植物分类学的贡献是巨大的。霹雳见到过吗？但另外一个我就没见到过。霹雳植物园就有台湾杜鹃我们也见到过我尽管去过然后这个就不用说他了胡启明教授有2版中国园林之母4次来华。然后最关键的是，当他的哪一次来中国，英国的园艺学会的秘书给他了一封信，告诉他你去中国采植物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比如一定要采什么，一定要记录什么，还说如果你去一个植物专家那里，你最好带一点植物作为伴手礼。有意思那个胡启明老师有更多的说法，鸽子树，看看绿绒蒿等等他是不但先为英国收集中国的植物，后来还为美国的阿洛德，他还做过阿洛德的主任为阿洛德也收集植物。陈焕庸、胡先树在阿洛德在哈佛学习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摸不着的人物了。Forrest 7次到中国引种收集植物，苏格兰的植物学家，创立应该说他在爱丁堡植物园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巨大。然后他在大理去世，葬在大理。然后最关键的是，有40个纳西人为他工作，采植物、收集植物，厉害中华杜鹃这个等等。
你看他是从爱丁堡坐船绕过非洲到达，那过了马六甲，从广州过去，说不定到过我们海事博物馆的，然后美国的 Mayer， 这个他就专注于有用植物，这个当中包括我们的橘子、银杏、这个军签子、秋树、七叶树等等等等。然后有人说，美国的农民就应该过 Mayer 节，因为他林种收集的植物更多的是用于农作物、经济植物的发展。哎呦，休息一会儿，我再分享下一个部分，好不好？这个我的腿有点不太好。您喝口水，喝口水。谢谢。